如果你看过上一期那句在评论区压一个方向的话，应该还留着印象。现在就是我们回来揭晓的时候了，也给刚点进来的朋友花20秒把坐标对齐一下，你不用回头补课也能稳稳跟上。我们这两期拆的是同一份报告，世界黄金协会刚发布的黄金年终展望2026，副标题叫做破浪点，讲的是黄金上半年做了一趟每盎司5500到3900的过山车，如今正卡在一个浪头堆到最高却还没定往哪边翻卷的临界点上。上一期我们用了3章专门拆过去这半年黄金为什么涨又为什么跌，背后是经济、风险、机会成本、动能这4股力量在拉扯，其中风险情绪和追涨杀跌的动能出力最大。我们还发现给黄金定价的那只方向盘正在从纽约悄悄交到了亚洲手上，那些都是已经发生的账。而这一期我们要回答的是那个从头到尾一直悬着却始终没有揭开的问题。站在破浪点上，下半年这道浪，世界黄金协会的模型认为它更可能往哪边翻，往上破要凑齐哪几个条件，往下破会摔到多深，宏观这盘大棋的背后又藏着哪2张牌。从这一期开始，我一张一张摊开给你看。先把咱们这一期主线拎回来，还记得开头那个问题吗？破浪点往上破还是往下破？前面3章我们其实都拆了过去，从这一章开始我们才真正走到那个悬在半空还没翻卷的浪头之上。在往下讲之前，我想请你做一个选择，看看你的直觉和机构的模型对不对得上。看到这，你猜一下，世界黄金协会的模型认为下半年的黄金最有可能哪一种走法？ A 继续往上冲，再创新高， B 在原地上下震荡，不上不下， C 再往下摔一跤。心里选一个，我们马上揭晓。答案是 B。 世界黄金协会有一套黄金估值框架，它把驱动金价的各种因素跟供求关系挂钩，算下来的结论是，当前的这个价位和宏观大环境基本是匹配的。说白了，就是现在这个价格不算贵也不算便宜，挺合理的。基于这样一个判断，报告认为，如果眼下的条件不发生大的变化，下半年黄金很可能就在每盎司$4100上下正负 5% 的范围之内来回晃。而这个$4100就是那张执行摘要情景图里面3条假设情境带共同出发的那个中枢点。请你务必记住这一句话，这些数字全都是世界黄金协会用他自己的估值框架跑出来的假设情境。报告白纸黑字写着，这些区间不是价格预测，只是基于模型的情境推演，它不是我浩哥做的判断，更不是对你的任何承诺。好，往上破需要什么？报告说了，短答案就是可以往上破，但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催化剂。主要有3个，一是经济或者地缘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二是市场对利率的预期掉头，从还要加息重新变成要降息，三是长期资金持续入场。在这套宏观情境分析里面，凑齐条件，黄金的模型价位很有可能重新回到$4500附近。但报告强调，只有出现一个足够强、足够明确的信号，才可能把它一路推向$5000。你看这2个数字分量是不一样的，4500是缓过劲来，5000是要有大事情发生。顺带把这条路径上的账也算明白，真要兑现，先受益的是长线进场之前就已经拿着黄金的人，掏更高的成本是非要等信号完全确立，追在半山腰才进场的人，催化剂越清晰，门票就越贵。
这里就有一个现实中的拉锯，眼下美国经济跑得不慢，股市靠科技和人工智能这波热潮基本把美伊冲突的冲击给扛过去了，这对黄金其实是压制，大家日子过得好，都去追风险资产了，谁还着急买避险的金子啊？可硬币的另一面却是市场对科技股的估值到底有多少是真金白银，有多少是炒作，一直有人在打问号。而且还要加息的预期本身也给股市的涨势泼了一泼冷水，再加上私募信贷市场也开始让人有点担心，万一能源供应出现了问题，或者冒出新的地缘冲突，资金一旦开始往安全的地方逃，就会压到那些不好变现的资产头上，反过来又可能利好黄金。报告给了一个可以量化的例子，在这里可以帮你感受一下这股力量到底有多大。地缘政治风险指数每个月上升100点，历史上大致对应金价上涨 2.5%。 地缘政治风险指数你就简单理解为一个给全球有多乱打分的一个温度计，分数越高，世界越乱。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变量就是通胀。报告提醒，油价往下走，未来可能不再等于通胀往下走了，因为需求一旦回暖，通胀很可能变得很黏，赖着不走。他专门配了一张2年期美国收益率和布伦特原油价格的走势图来说明这种背离。我们知道油价低不代表通胀低，这个信号就够了。而持续偏高的通胀历史上对黄金是有利的，通胀刚冒头那一阵，黄金往往还跑不赢大宗商品，但通胀赖着不走，大家发现别的对冲手段都不好使的时候，黄金常常会后来居上。对于你的钱来说，这章的意思就是往上破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它有进门条件，得等到催化条件满足来敲门。可万一敲门的不是好消息，而是坏消息呢？万一这道浪不往上翻，而是往下砸，它会一路砸到哪里，才终于会有人愿意伸手去接住呢？聊完往上，我们必须诚实的往下聊。世界黄金协会没有回避这一面，它同样列出了可能把金价往下拽的因素。第一，美元走强，利率上行的幅度超出了目前的预期。第二，市场情绪转向拥抱风险，也就是大家都跑去买股票这类资产，冷落黄金。第三，纯技术层面的因素。这里有一个特别反直觉的点，我得给大家掰开来讲。报告说，加息本身对黄金不一定是坏事，真正要紧的是加息发生的背景。更在意的不是那个利率数字本身，而是这次收紧到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经济更稳了，通胀更可控了，美联储更可靠了？如果一轮加息反而让市场觉得美联储这次真行，可信度更高了，那黄金才会真正承压。所以你别一听到加息就条件反应觉得利空黄金，得看它在什么剧情里面加的。至于纯技术层面，报告点了一个很具体的位置，他说黄金现在还高于它2年平均价。顺便说一下，截至到6月底，这个2年平均价大约是3520美元。因为黄金当初一旦站上了3500美元，就涨得特别快，拉得特别远。有些投资者会用这个技术指标来判断短线的强弱、进和出。在这种时候，一些心理关口和技术面就会变成触发点。报告的一个例子就是，如果金价跌破大约3860美元，很可能就会往下再走一段。那么这个3860美元在那张月线的技术图表上是有出处的，你别记混了。图表上标了一个 38.2% 的斐波那契回撤位，对应的精确价位是3857美元，正文里面口语化的说成了大约3860，
指的是同一个位置。斐波那契回撤听着玄乎，你简单理解为一套很多交易员都在看的，因此会自我实现的公共刻度尺，大家都盯着同一条线，这条线就真的有力量了。这张图上还标了几个坐标，历史最高点5595美元，一条3500美元的整数关键线，以及当时的现价4028.01美元。注意，3500美元这条整数线和刚刚那个3520的2年均价是两个挨得很近，但不是一回事的数字，别混了。如果往下破了，会不会一泻千里呢？报告在这给了一个让人稍微安心的历史框架，也就是他按宏观情境做的分析。如果金价从当前水平往下跌了个 10% 到 15%， 再往下的空间大概率是有限的，因为历史上价格一低，各路买盘就会被勾出来接货。这条规律里同样有受益方和买单方，受益的是跌下来敢伸手接货的低位买家，买单的是在破位那一刻被下出局，把便宜筹码割给别人的人。报告还翻了一遍历史老账本，这张历史回撤统计表，你跟我一行一行的看，别看串行了。它以1971年为起点，统计了黄金创下历史高点后往下回撤的情况，分成了3档。跌幅超过 5% 的这一档，历史上发生了29次，平均回撤 16%， 中位数 8%。跌幅超过 10% 的这一档发生过11次，平均回撤 30%， 中位数 28%。 跌幅超过 20% 的这一档发生过8次，平均回撤 36%， 中位数 29%。 你特别留意最后2档的中位数，一个是 28%， 一个是 29%， 就差一个点，紧挨着，别看串了。报告还补了一句，历史上最狠的一次1980年黄金曾经跌超过 65%， 不过他也说了，以现在黄金市场的结构来说，再出现那种极端情况的可能性不大。那当下我们站在哪里？报告给了一个定位，目前金价大约是在历史高点下方 25% 的位置，你把它往那张回撤表上一放就明白了。 25% 的回撤放在历史长河里面，既不算小打小闹，也远没到最惨的那一档，就卡在中间。如果你正为手头上那些黄金这一波回撤睡不着觉，这张历史表至少能给你一把尺子，让你自己知道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历史上到底算一个什么样的量级。不过机构的模型算的这些上上下下还都是宏观这个大框架里面的。报告特意留了一句话，真正可能改变下半年走势的还有宏观之外的2张牌，一张在悄悄托底，一张在悄悄使绊子。这2张牌是谁在背后出手？第一张牌是各国央行，你可能不知道，这几年黄金能这么强，央行是一个重量级的幕后推手。报告给的数字是，从2022年到现在，全球央行平均每年买入大约1000吨黄金。这是个什么概念？它像是一个不问价只管囤的巨型买家，长年累月的在市场里面扫货。但今年出了一点小插曲，今年第1个季度，好几家央行出于战术考虑，反手卖出或者说置换了一部分黄金，这就让市场犯了嘀咕，央行是不是不买了？世界黄金协会的判断是，别着急下结论。它最新的央行黄金储备调查里面显示，官方部门对黄金的胃口还在，越来越多的储备管理者表示，未来12个月自家的黄金储备还会增加。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区别，报告说得很清楚，入场买金的央行数量变多，并不等于他们买的量就放大。这中间的博弈就在于，是继续大手笔的买，还是
只是象征性的添一点。那这件事到底值多少钱？报告给了一个可以算的敏感度，在常年均大约600吨的这个基准以上，储备每多增加20到30吨，大致对应金价上涨 1%。 你注意，这里的600吨是长期平均的基准口径，和前面说的近3年每年1000吨不是一个口径，别混为一谈。而且这份力量还不只来自央行自己买的那点量，更是来自它给整个市场发出的信号，连国家队都在买，散户和机构自然也会跟。报告发现，当央行加上投资需求合起来占到总需求的 30% 以上的时候，黄金往往就会走出很强的行情。他专门用一张散点图统计了这个规律。反过来说，报告也直说了，万一央行买金的节奏明显放缓，那对黄金就是实打实的逆风。所以这张牌上受益的是跟着央行信号提前布局的长期持有者，买单的是把这把央行永远兜底当成了铁律，节奏一放缓就措手不及的人。除了国家队，报告还提到了一批买了就不撒手的长期资金，主权财富基金、养老金、大学捐赠基金，这些也在增加对黄金的配置。主权财富基金你就理解为一个国家拿着外汇盈余成立的专门做长线投资的大钱袋子。报告还举出了一个例子，去年中国有一个试点项目，允许一些头部保险公司投资黄金，这些买入并且长期持有的钱是下半年拖着黄金一股沉默的力量。第二张牌是印度，印度是全球第2大黄金市场，每年净需求大约800吨。但印度有一个跟中国很不一样的软肋，它的黄金几乎全靠进口，这就常年拖累了它的经常账号。说白了就是外汇总在往外流。今年美伊冲突一来，影响印度的石油供应，推高了能源价格，卢比又承压，印度政府为了保住外汇储备，从4月开始出手了一连串的措施，里面最狠的一招就是把黄金进口关税从 6% 一口气提到了 15%， 同时还发动舆论劝老百姓少买金。这一招的效果，报告也给出了量化的估算，光是这次关税的上调，就让印度的首饰、金条、金币的需求减少了50到60吨，大概相当于同比下降了 10%。 这背后是一场很壮观的拉扯，政府要保外汇，老百姓要守着买金的1000年传统，两头拧巴着。而且报告提醒，事情可能还有下文，如果印度经济进一步放缓，会通过收入效应进一步压制黄金的需求，也就是大家的兜里钱紧了，连趁低价捡货的心思都淡了。更麻烦的是，那些拿着黄金做抵押贷款违约就可能会增多，这些被处置的抵押金反过来会增加市场的供给，这张牌对金价是往下压的。所以如果你最近看着手里的黄金阴跌，心里犯嘀咕，那就别盯着美联储了，很可能在地球的另一头，这个保外汇的决定正在悄悄压着你的账号。在敏感度这个事上，报告同样给印度一个可以算的数，进口关税每上调 10%， 大致对应金价下跌 2%。 你把央行那张牌和印度这张牌摆在一起看，就非常有意思了，一张在往上拖，一张在往下压，两股结构性的力量在宏观大戏的幕后悄悄较劲。对了，报告里还有一个边栏提到了美国11月的中期选举，说这次选情焦灼，众议院民主党有望夺回控制权，参议院则预计仍由共和党来掌握。他的角度很中性，就是政治格局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抬高黄金作为对冲工具的需求。两张牌都翻开了，一张往上拖，一张往下压。那么底牌全部摊开了之后，
开头那个往哪边倒的问题，最终的答案会不会和你猜的完全不一样呢？我们从头捋一遍，上半年黄金做了趟从5500到3900的过山车，跌了 7%， 却还是过去一年最能打的资产之一。把它拆开了，是风险情绪和追涨杀跌的动能这两股力量在主导，而定价的方向盘正在从纽约慢慢交到了亚洲手上。站在破浪点上，机构的估值框架认为当前价格基本合理，下半年大概率在4100上下正负 5% 里面震荡，往上破需要凑齐经济地缘恶化、利率预期反转、长线资金入场这些催化剂，模型价位可能回到4500甚至5000。往下破，跌破大约$3860的技术位可能再走一段，但历史规律显示，跌到 10% 到 15% 这一带，逢低买盘往往会出来托盘。在宏观之外，央行在往上拖，印度关税在往下压。现在我们把开头那个主线的问题的答案正式交给你，注意这个答案可能和很多人期待的不一样。这份报告从头到尾没有告诉你下半年黄金一定涨或者一定跌，它给的从来不是一个方向，而是一整套触发条件和对应的概率。但最可能的判断是震荡，但同时明明白白的告诉你往哪边偏，需要什么信号来搬动，这才是破浪点。这三个字真正的意思，浪停在最高处，往哪边翻取决于接下来哪一阵风先到。而这恰恰是这份报告最值钱的地方，它把每一个变量值多少钱都替你标好了价。我给你把这张敏感度表再快速过一遍，你就当是一张随身的换算卡。央行储备每多买20到30吨，金价大约动 1%， 印度关税每加 10%， 金价大约反向动 2%，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每下降25个基点，金价大约涨 1.75%， 消费者物价指数每涨 1%， 金价大约涨 0.5%， 地缘风险指数每个月涨100点，金价大约涨 2.5%。 以后你看到这些新闻，心里就能大致掂量出它对你手里的那点黄金分量有多重了。再说回历史的那把尺子，当前这波回撤大约 25%， 卡在历史8次回撤中的中间地带。所以这期我最想留给你的不是一个该买还是卖的答案，那种答案我不会给，也给不了。我想给你的是一副崭新的眼镜，以后再看黄金的涨跌，你不再盯着一个价格数字上窜下跳和心慌，而是会本能的问一句，这一波是哪一只手在出力？是往上拖的那张牌占了上风，还是往下压的那张牌？看懂了力量，你才不会被价格牵着鼻子走。最后我把一个问题抛给你，是真的想听听你的答案。这半年你是被那波跳水下跑搁在最低点的那一批，还是稳稳拿住什么都没动的那一批？评论区聊聊你的真实操作和当时的心态，我会一条条的看，像这样的权威报告的解读一层一层拆给你听，我每个月都会做一期。订阅一下，下一个月黄金的账你就不会错过了。我们下期再见。